美国东岸15天，畅玩5个城市，黄金路线及知名地标一起看下去。第一天，波士顿美术馆，这是美国国内面积最大的美术馆，在1876年正式开放一般民众参观。馆里面收藏将近45万件的艺术品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人次，更是在2013年的时候成为全世界第55热门及美国10大热门艺术博物馆，建议可以待3到4个小时的时间。再来前往纽伯利街，纽伯利街在波士顿后湾区，原本以住宅区开发，现在有开了许多商店，涵盖了知名的品牌 Alo， 还有一些精品服饰、各国美食餐厅及咖啡厅等等都有。无论是想要逛街，或是想要稍作休息喝杯咖啡，享用特色美食都很适合。纽伯利街旁边另一个知名景点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，走路大概5分钟的距离，可以去感受一下充满文艺复兴、典雅华丽的氛围。一早第一站就安排到波士顿公有市场，最早是8点就开始营业了。这个市场是美国第一个需要符合在地食品 All Local Food 要求的市场，总共有大约35个摊位，包括了生鲜蔬果、轻食、咖啡，还有点心、自制坚果等等的摊位。走路5分钟来到隔壁的昆西市场，在1862年开业，是美国最早期建立的市场之一。里面有波士顿的当地美食之外，你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在地人非常推荐的巧达浓汤面包盅。然后广场里面还会不定期有才艺表演可以欣赏。如果想要在波士顿品尝美食的朋友，也一定要记得把昆西市场列入行程之中哦。再来吃完午餐，来到新英格兰水族馆。馆内正中央的是3层楼高的巨型海洋水槽，可以一次观赏到像鲨鱼啊、海龟、红鱼等等，还有其他无数种海洋生物。在1楼的展厅可以看到小企鹅，上楼可以探索亚马逊雨林之中的植物跟动物。另外一边有鲨鱼跟红鱼的触摸池。最后带大家来到波士顿科学博物馆。博物馆分成3层楼，还有3个区域，其中电之剧场是一定要看的闪电表演。详细表演时间你可以在大门口拿导览页。听起来是以为很无聊的一个地方，但实际造访之后非常喜欢呢。不止小朋友可以玩得非常开心，大人也可以一同享乐。建议可以安排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玩到关店。第一站就来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学府哈佛大学。哈佛它不但是全美最早创建，校内还有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，但很可惜就是这边没有办法参观。校园环境优美，另外周围还有多间纪念品贩卖店，除了可以购买大学限定的文具周边和服饰之外，还可以选购波士顿旅游伴手礼的好地方。再来搭乘地铁到下一站伊莎贝拉加纳艺术博物馆。我最喜欢的博物馆之一，由伊莎贝拉加纳取名，据说它是波士顿的社交之花，也是美国很知名的收藏家。这边集合了他毕生所收藏的艺术作品，包括古罗马时期画作，还有纺织品等等。最后一站来美国一定要体验 MLB 波士顿氛围球场。红袜是个人气相当旺的传统球队，这一个球场拥有大联盟连续满场最久的纪录。球场搭乘地铁就可以抵达，这边看起来就是传说中的绿色怪物围墙。搭巴士来到金融城市纽约。第一站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电影《博物馆惊魂夜》的拍摄场景，总共有5层楼，建议安排2个小时的时间。旧馆主要有非洲哺乳类、太平洋民族里面的摩艾石像，还有化石区。然后在2023年的5月才开幕第2馆理查德吉尔德中心，场馆里面包括了昆虫馆啊，还有蝴蝶饲养馆。结束之后，过马路就来到纽约中央公园，在曼哈顿的正中心，是整个纽约最具代表的景点之一。直接进入公园，走路只要15分钟，来到奥纳西斯水库，真的好美丽。再来下一个，又是我的最爱，叫做 Bow Bridge， 很多电影的场景都在这边取景。再往下走，来到了天使喷泉，也是一个必拍景点。旁边这个就是碧氏大露台。
最后沿着第5大道返回饭店，整条路上有很多精品及知名服饰，也是纽约数1数2的血拼区。品牌的旗舰店基本上都设立在第5大道。一早直奔纽约金融重镇华尔街铜牛，这已经是纽约华尔街的人气地标之一。这边如果太晚来的话，是会排队很久的。接着过一条街就可以到证券交易所，外面有一个可爱的捍卫女孩，拍拍照可以前往纽约自由女神搭船了。网络订票的话，确定航班时间和集合的港口。整个航程看到了布鲁克林大桥，再经过自由女神，票价大约500左右，我觉得蛮推荐又很值得。接着要去布鲁克林最推荐的拍摄位置，我们选择直接搭 Uber， 可以穿越布鲁克林大桥，或是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用走的在桥上，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这个地方是我在出发纽约之前一定要来的。最后搭地铁到911国家纪念博物馆，地铁一出来会先到世界贸易中心车站，跟购物中心是结合。马路走过来就到了911国家纪念博物馆，当年恐怖攻击后的世界遗址重建成博物馆跟2座水池，记录着遭受恐怖攻击的罹难者姓名。馆方会再插上一朵玫瑰花，表达追忆。最后用书豪区结束今天一天的行程。地铁一出来就是书豪区最热闹的 Broadway 大街，店家有 MoMA、Design Store、Nike、SoHo， 品牌也是非常齐全。第6天安排尼加拉大瀑布一日游，真的是一早天还没亮，4点就集合出发，车程大概7个小时的时间。抵达尼加拉大瀑布由5大湖区上的3座瀑布所组成，第一个是美加边境的马蹄瀑布，第2个是美国境内的美国瀑布，第3个是布里达维尔瀑布，就是又称为新娘面纱瀑布。虽然当天来回去一趟就花了7个小时的车程，不过一到尼加拉瀑布这边搭船约20到30分钟的时间，真的非常壮观又值得。对面这个是加拿大近边，穿的是粉红色雨衣，雾中少女号是夏天才会有营业的哦，所以冬天来的话会是另外一种体验。另外在5到10月每天晚上10点会有烟火秀，确切的日期跟时间请参考官方网站。最后回程在时代广场啦，因为早期纽约时代报的总部设立于这个地方，所以它非常有名。走在巨大且吸睛的广告看板下，像是非常蓬勃热闹发展的西门町商圈。时代广场也是跨年的时候会涌进100万人潮的热门地标。第一站来到人气新地标 The Vessel， 由154个纵横交错的楼梯、80个景观台所组成，在2019年的3月开幕，被封为纽约埃菲尔铁塔。不过因为发生多起跳楼的事件，因此在2021年的1月宣布无限期关闭园区。旁边走过去，来到了高架公园，是曼哈顿下城西区的一个废弃的高架铁路。因为当地居民不忍心拆掉它，所以把它改建成为一个高架绿道公园。这条绿道空中走廊可以散步休息，也可以俯瞰曼哈顿城市的脉动。一路走完，可以走到邻近的切尔西市场。切尔西市场以前是肉品工厂，还有食品工厂。最知名的 Oreo 饼干就是在这边被研发出来的。现在里面可以逛街，有文创店、小吃，最有名的是龙虾铺，可以吃到清蒸龙虾，还有生蚝。压轴登场的是百老汇歌舞音乐剧，绝对不能错过的体验之一。这次选的是歌舞剧《阿拉丁》，剧中以华丽的舞台灯光效果跟道具，甚至让飞天魔毯漂浮在舞台中。我很用力的找不到它的钢索，搭配着乐队现场演奏，以及公主还有王子深情对唱，从小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真实上演，超级推荐。
最后一站洛克菲勒的中心夜景 Top of the Rock。网络购票时顺便预约观景台的时间，因为观景台会控制人数。这个观景台总共有2层楼，分别在69楼跟70楼。买票入场的话，这2层楼都可以过去。我们这次选择的是晚上的时间，因为整个纽约市繁荣大楼的灯光美景，非常推荐在晚上的时候到这边。第8天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位在中央公园旁边的第5大道上，是全美洲最大的博物馆，也是世界上占地面积第4大，被誉为世界3大博物馆之一。收藏从西元前的历史古物到现代的艺术品都有。博物馆总共有5大层楼，19大展览主题，包括了埃及艺术、亚洲艺术、欧洲绘画雕像、美国之艺跟现代艺术等等，至少需要安排2个小时的时间。在这边才看得完。离开纽约之前，一定要来到纽约中央车站，是好莱坞电影、美剧的拍摄好朋友，像是《复仇者联盟》、X 战警、黑衣人、绝地战警都在这边取景。至今有100年历史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车站，有44个月台，还有67个轨道。结束今天的纽约之旅，要搭巴士前往华盛顿咯。华盛顿是美国首都，有很多的政府机关、各国驻美大使馆、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等等都在这边。知名的景点就有像白宫、国会大厦、杰佛逊纪念堂、马丁路德，还有一些政治机构，还有很有名的林肯纪念堂、国家公墓等等的历史相关纪念都聚集在同一个区域。建议大家可以租借路边的莱姆车，可以节省很多角力哦。第10天，华盛顿上午半天，走到附近的商圈有一些精品，接着搭飞机前往迈阿密。第11天，来到罪恶之城迈阿密。最有名的是这里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之外呢，南海滩巨男美女穿得格外清凉火辣，阳光沙滩比基尼也是迈阿密的特色之一。但是我们来到的这天真的是天空不美丽，沙滩垫子一铺下去就直接下雨。但从影片看得出来，沙滩非常干净，不会有很多的树枝贝壳，沙子也很细致，水也很干净清澈。安排一天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，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。隔天安排了其他行程，第1站海湾市场位在 Downtown Miami 的 Bayfront Park 旁边，是一个靠海的大型户外商场，采半露天的形式，总共有2层楼高，集结了购物、餐厅、现场表演，旁边可以观赏无际海景与酒吧、餐厅，营造出满满的拉丁美洲风情。吃饱逛街之后，走走当地特色温武的艺术街，各墙面充满了各式的艺术，还有涂鸦，色彩缤纷，形成独树一格的街头景观。体验完迈阿密之后呢，就开车自驾前往奥兰多咯。第1天的奥兰多行程安排了2大逛街。第1站奥兰多葡萄园名牌折扣购物中心，是一间非常大的 outlet， 商品美式品牌非常多，价格也很优惠。大家到美国任何一个 premium outlet， 记得在官网加入会员，领取品牌优惠券哦。第2站 Disney Springs， 除了有超好逛的迪士尼官方商店 World of Disney 之外呢，还可以血拼吃美食，里面也有一间可口可乐商店，可以一次喝足世界各地的口味哦。第14天，奥兰多迪士尼乐园，世界最大的迪士尼在奥兰多，总共有分为4大园区。第1个魔法王国、艾波卡特、好莱坞梦工厂，还有最后一个迪士尼动物王国。每一个园区都有它不同的特色。这次我们选的是魔法王国，因为最后的城堡放烟火，还有加上特效动画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第1站奥兰多著名的伊尤拉湖边公园，从上午6点一直开放到午夜时间。公园里面有大型的露天剧场，大自然鸟类像是大白鹭、红冠水鸡、苍鹭等等。
最后一站来到神奇颠倒房子，它是一个博物馆，不只是外观颠倒，连里面建筑物内部一切的装饰物也是颠倒的。走在倾斜的路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头晕，还另外设有一些4D 影院，还有科学馆，定期有演出。充实的行程都帮你安排好了，赶快出发吧！之后还会再上各大城市详细介绍，像是优惠啊，还有交通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